爱的能量如何牵引显化的奇迹。当你心中满意爱的频率，宇宙的回音便如波纹般扩散。这股能量既无形又强大，穿越时间与空间。它不是浪漫的想象，而是真实可感的震动。每一次深情的呼吸，都在为显化播下种子。从前，我以为爱只是情感的流动，直到某次，我在星空下静坐冥想。当柔和的月光洒落心田，我感受到一股暖流在体内流转，像是光的颗粒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心律共振现象令人惊叹。当你将注意力停驻在爱的感受，脑内的迷走神经活动便开始改变，压力荷尔蒙逐渐下降，幸福激素悄然升起。你因此变得更安定，也更能接收细微的征兆。那晚，我打开日志，记录下心跳的节奏。我的笔记显示，爱的念头能让心电图稳定。更奇妙的是，隔日我收到意想不到的机会，一位久未联系的朋友主动来电。那通电话为我带来了新的合作契机。显化并非单纯的想象或幻想，它是新能量与外在世界共鸣的结果。当你的频率与目标频率一致，宇宙就像一面镜子，反射出相同的波形。爱正是最强大的共振器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情绪产生的能量远超想象。爱的震动能改变基因表达与细胞运作。这并非玄学，而是科学实验下的发现。当你善用爱的力量，内在场域便会升平。高振动的你，自然吸引高振动的资源。那段时间，我开始每天练习心轮冥想，闭眼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胸口，感受心脏扩张的温度，让每一次呼吸带入爱这个字。在宁静中，我看见心轮化作金色之光。1周后，我的创作灵感涌现如潮。先是画布上的色彩迸发奇想，接着文字字指间流出，如清泉般顺畅。更惊喜的是，我意外遇见生命中的伴侣。那是一场纯粹的能量共鸣，没有任何刻意追求。爱的能量也在事业与财富中显化奇迹。当你以爱为出发，工作不再只是任务，而成为灵魂的舞蹈。你对每个细节注入关怀，顾客与合作伙伴便能感受到这份诚意。金融心理学指出，信念决定行动。若对金钱抱持爱与感恩，资源就像川流不息的溪水。相反的，恐惧与匮乏只会关闭能量通道。爱是你与丰盛之间的桥梁。我曾陷入财务焦虑的泥沼，直到有一天，我静坐练习爱与感恩，在心中默念：感谢每一分流动的资源，感谢自己的努力与价值。那晚，我梦见一座开满金色莲花的湖泊。隔天醒来，我接到了一笔迟到的报酬，是我曾遗忘的稿费。当资源回流，那份惊喜证明了爱的力量。从此，我再也不让恐惧主导金钱关系。我以爱为频率，丰盛则如期而至。爱的显化奇迹并非偶然，它源自你对自己与世界的深情。当你每天给予自己肯定与爱，宇宙就会回应更多的爱。这是一场双向的能量舞蹈。练习每天早晨对镜中的自己微笑，在心中默念3次：我爱你，我相信奇迹。感谢你带来美好的一天。累积这份能量，像是在心田种下一颗种子，最终它会绽放成繁花似锦的现实。爱的能量
也能疗愈人际关系。当对方的痛苦触动你，你先给予同理，不评价，不批判，仅以真心倾听与关怀回应。你将为对方点亮一盏温柔的心灯，这盏灯也照亮你的内在角落。你在爱中成长，更能以爱回应世界的需求。爱的共振催生出更多的爱，这就是奇迹的良性循环。在夜深人静时，请闭上双眼，想象一片宇宙星海，你那颗心如同灿烂的星辰，每一次脉动都发射爱的讯号，整个宇宙都在回应你的呼唤。奇迹并非遥不可及，它随时待命，只要你的频率对齐。爱的能量是最强大的牵引，它能穿透限制与恐惧，终将带你抵达梦想的彼岸。从此刻起，让爱成为你的习惯，在每一个瞬间，选择以爱看待自己与他人。你将见证爱如何牵引显化的奇迹，并在爱的旋律中活出最灿烂的生命。用爱包裹创伤，释放无限可能的自己。创伤如同深海暗流，静默却强烈，它在潜意识里不断翻涌，若不被抚慰，便成为生命的枷锁。爱却能化解所有的坚冰。当你愿意以爱接纳过去，便为自己开启全新的旅程。心理学家荣格认为，创伤是未被疗愈的阴影面向，它需要光与爱的滋养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大脑具备可塑性，当你对创伤投以关怀，对应的突触连结便开始重组，新神经回路带来新生。我曾深陷过往的痛苦，那段被遗忘的记忆像刀割般刺痛心房。我学会封闭自己，以冷漠保护脆弱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自我对话。我轻声说，我看到你的伤口，我愿意用爱抚平它。泪水滑落，是第一道疗愈的曙光。在静坐冥想中，我想象一束温暖的光，它从心轮汹涌而出，将破碎的碎片一一包裹，痛苦在光中逐渐融化。当呼吸与爱融合，你便与创伤和解，身体不再紧绷，心跳恢复平稳，压力荷尔蒙被爱温柔调节。接下来，我书写疗愈日志，每一页都是自我拥抱。我描绘着痛苦的模样，并以爱的语言回应它。书写成为灵魂的释放。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书写能改变基因表达。当你以爱书写创伤，身体也开始自我修复，细胞如同在新生。在疗愈的过程里，我学会对自己说，谢谢你曾如此坚强。创伤的存在也成为勇气的源头。我给那段记忆取名夜之伤痕。每当恐惧来袭，它便低声呢喃，我将爱注入它的空洞，它终于停止呼喊。当创伤不再占据中心，你的能量场便扩张，你重新连结内在的力量。每一个当下都充满无限可能。爱地包裹，犹如羽绒般轻柔，它让破裂的心灵在无形中重获翅膀，带你飞越自我设限。在静默的夜里，我练习心轮冥想，将爱注入每个细胞，让光照入阴影最深处，那里蕴藏着未开发的潜能。当你与创伤共舞，不再躲避恐惧的来临，它转化为内在智慧。
你学会用柔软化解硬度，用爱拥抱脆弱，人际关系亦因而蜕变。过去的伤痛投射不再成为依附与争执，你以真诚回应他人，关系在爱中升华。在事业中，你不再因过去阴影退缩，反而以创伤为养分，在挑战里绽放热情。每个创意都来自疗愈的泉源，金钱课题也随之解锁。匮乏感源于未被爱的信念。当你以爱拥抱过去，丰盛便自然流动，资源如水，顺势而至。练习每日清晨对镜微笑3次，对自己说我爱你，你值得被疗愈与宠爱。让爱成为习惯。夜深时闭眼想象一颗金色的莲花在心轮绽放，每一片花瓣都是被爱的证明。当你用爱包裹创伤，你便释放了自我设限，原先的恐惧变成挥洒生命色彩的笔触，每个当下都能活出新生。这份疗愈的礼物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唤，它教会你，真正的力量源自爱的力量，让爱成为你最柔软的盔甲，也成为最炙热的火焰。在疗愈中众生，在爱里蜕变，迎向无限可能的自己。用接纳、温柔照亮内心的缺口。每个人心里都珍藏着一个未愈合的裂缝，那是过往的疼痛，也是成长的印记。若你不认可它，它便如暗夜幽灵，在每次不安与恐惧中召唤你。接纳并非放任痛苦蔓延，而是给伤口一缕温柔的光，让它有机会被看见与照拂。心理学家指出，接纳是自我疗愈的第一步。当你愿意正视那道裂缝，神经科学的可塑性便开始运作，旧有的情绪回路得以被改写，新连结如嫩芽破土而出。从此，裂缝不再是枷锁，而是智慧生长的土壤。我曾将自己封冻在回忆深渊，因为那段痛苦让我畏惧前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对镜自语：我承认你所有的伤痕。泪水滑落，像是暗夜的甘露。在那刻，我终于看见自己。我拿起笔，书写内心的声音，每一行文字都是一束光。我告诉自己，你值得被看见，你不必伪装完美。在疗愈的过程中，我学会拥抱自己的有限，并对自己说，谢谢你，仍努力存活。当心轮冥想成为日常仪式，我闭上双眼，感受胸口呼吸，在每次吐纳间注入爱2字，那温暖的频率融化了内在的坚冰，压力荷尔蒙渐渐稳定，幸福激素悄然上升。我不再逃避，而以柔软的姿态与脆弱同行，接纳了自己，也学会接纳他人的不完美。人际关系开始转化成花园，不再因伤痛反射攻击，而以理解与同理滋养连结。裂缝深处的光终将投射到世界，用接纳温柔照亮内心的缺口，让生命在光与影之间绽放最温暖的风景。爱自己是显化一切美好最强大的能量。当你将温柔的目光投向自己，宇宙也会回应同样的温暖。自爱并非自私，而是对灵魂最深的拥抱。只有在完整的你面前，美好才有空间显现。
心理学家指出，爱自己能修补内在的安全基底。当你感受自身被接纳，神经网络开始重组，压抑的情绪获得释放，幸福激素悄然升起。这股内在的和谐能量，如同磁场，吸引外界的赠礼。从前，我常为了取悦他人而失去自己。我学会隐藏脆弱，戴上无懈可击的面具。直到那一天，我在镜中看见陌生的眼睛。那双眼睛里既有疲惫，也有渴求温暖的光。我问自己：你值得被爱吗？沉默片刻，我终于泪流满面。那是灵魂深处的呼喊，要我回家。我开始静坐，聆听心底的声音。闭眼间，感受身体每一次呼吸。我对自己轻声说：我在这里，也许不完美，却真实。泪水化作温柔的雨，洗涤多年的自我批判。每天清晨，我对镜微笑。我爱你，感谢你的存在。这句简单的话语，却能点亮一整天。神经科学告诉我们，语言能重构大脑突触。当你反复给予自己肯定，内在信念便稳固如磐。自爱的能量则成为显化的原动力。当你相信自己值得幸福，幸福就开始走近。曾经的我，在职场上总感到焦虑，因为我以外在成就衡量自我价值。直到我学会肯定自己的努力，即使遭遇挫折，我也能温柔地对自己说：你已尽力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恐惧不再主导决策，信心取而代之。每一次的勇气都是自爱的证明。在此过程中，我书写疗愈日志。我将所有自我否定的声音逐一写下，然后我以爱的语调回应他们。我告诉那声音，我接纳你，也会保护自己。书写时，泪眼与微笑同时并存。我看见自己的阴影，也看见内在的光。创伤不再是阻碍，而成为灵魂的养分。自爱将它们化为飞跃的翅膀。于是，我开始实践心轮冥想。每晚躺下，我将双手负在胸口，感受指尖传递的温度，想象一束金色的光从心轮绽放，它照亮深处的每一道裂缝。在光的抚慰下，裂缝逐渐愈合，那份平静仿佛久违的拥抱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我学会放下评价，不再勉强自己成为完美版本，而是以最真实的面貌与世界相遇。这份自由让我更加轻盈地前行。在爱的支持下，创造力也被点燃。画笔在指尖舞动，文字在心中流转。我用色彩书写喜悦，用文字描绘梦想。每一个创作片刻都是自我表达的盛宴。爱让我充满灵感，也吸引同频的人事物。在日常互动中，我学会给予与接受。当朋友分享喜悦，我以真心喝彩；当同伴诉说困境，我以同理倾听。这份同理源自我对自己的理解。只有在自爱的基础上，才能对他人开放心门。我发现富足也是如此显化。金钱与机会并非外在强求而来，而是自爱的能量吸引而至。当我相信自己的价值，资源也开始流动。我不再为匮乏而焦虑，而是以感恩的心迎接每一次收获。爱自己，成为繁盛的起点。心理学家爱丽丝指出，根深蒂固的信念决定行动模式。当你肯定自我价值，行动变得坦然无惧，显化奇迹便在行动中落地。我再也不害怕失败，
因为我深知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爱自己如初。这份安全感是最强大的磁场，在事业与生活中，我绽放出光芒。人际、财富、健康都在爱里重生。每天，我都提醒自己，爱自己是我最真挚的承诺。让这承诺在每一次呼吸间延伸。当你以爱为核心，万事皆有可能，因为你已成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。爱自己就是显化一切美好的起点。让这份能量陪你走过每一个当下。爱与痛并存时，宇宙正在孕育新的显化。当泪水与微笑同时在心里交织，意味着灵魂正在蜕变。痛苦如潮水般涌来，却也带来强大的能量场。在这股矛盾的拉扯中，新的愿景正悄然成型。痛是身体与心灵的警讯，它在神经回路中留下深刻烙印，提醒你有些部分尚未被疗愈。同时，爱如暖流般在血液里流动，触动每一个细胞。当你同时拥抱这两股力量，便打开了显化奇迹的大门。心理学家指出，痛苦来自未被接纳的情绪，压抑越深，神经突触的连结便越牢固。如果你选择迎向它，让情绪流动，脑内可塑性便开始重组，旧有的自我限制被释放。爱则像营养，灌注这些新生的神经回路。我曾经在失落的夜里，泪眼朦胧地凝视星空。那一刻，痛苦在胸口翻腾，无法呼吸。我却在心底低声说：我同时允许你的悲伤，也感受你对未来的渴望。泪水化作感恩的甘露，让我的心轮微微颤抖。在神经科学的实验里，当受试者同时体验正向与负向情绪，其前额叶皮质的活动更为活跃，显示高阶思考与整合功能被激发。这意味着，当痛与爱共存，灵魂的大脑便在重启深层的创造力。于是，我开始每天静坐，让痛苦与爱并排而坐。我闭眼，感受胸口的震动，同时在心中唤念：痛苦，我看见你；爱，谢谢你。这简单的对话，如同在内在点燃了一盏灯。每一次呼吸，都仿佛在给未来的自己编织羽翼。那羽翼由痛的深度与爱的宽度共同构成。它承载着救我解体的声响，也载着新生愿景的低鸣。有一天，当我在镜中凝视自己，既看见眼底的疲惫，也瞥见嘴角的坚毅。我知道，痛苦并非缺陷，而是通往更高频率的阶梯。爱不只是疗愈的药剂，也是一种无形的弹力，让创造力在绝境中弹跳，飞向更广阔的天空。在此过程中，我记录下每一段身体的脉动与心灵的低语，那些文字成为疗愈的燃料。当我回读，曾经的痛苦化作智慧，曾经的泪水化作勇气。宇宙的显化正是你内在场域的外化。当你允许痛苦存在而不评判，也允许爱在缝隙中漫溢，你便在自己心中筑起一座神圣殿堂。那里愿望自带光芒，那里奇迹踮起脚尖，准备与你相遇。每一步疗愈都是与自己和解的仪式，每一次拥抱痛苦都是给爱更大的扩张空间。在这样的场域里，时间失去线性意义，过去的伤痕成为动力，未来的梦想跃然心头。记得在夜深人静时，让自己躺在床上，轻抚心轮，想象一缕光由爱而来，穿过痛苦的阴影，在胸口绽放。那光
正是宇宙为你准备的显化种子。当你以接纳为土壤，既容纳痛苦，也滋养爱，这颗种子便会破土而出，在你的人生画布上画出全新的图景。爱与痛并存时，并非矛盾，它们如同阴阳两极，彼此催化。爱使痛苦升华，痛苦让爱更深刻。当你学会在这二者之间跳舞，便携带着宇宙最强大的显化密码，让这份智慧如同夜里的晨星，在黑暗中指引下一个黎明。当光与影共舞，新的自己也在此刻破茧而出。用爱修补内在裂缝，让丰盛悄然进入生命。内在的裂缝如同夜空的缝隙，微光透出渴望。那是被忽略的伤口，也是成长的起点。当你以爱为缝线，轻轻缝合，裂缝最终会化作一道风景。心理学家荣格指出，阴影面向是未被接纳的自我，只有以爱拥抱，才能让那部分完整回归。神经科学证实，可塑性让大脑有能力重组新突触。当爱的讯息流入，旧有的痛苦回路便开始松动。我曾将自己封闭在回忆的矿坑，深处的恐惧如岩浆静默翻涌，每一次挫败都在心里刻下一道裂痕。直到那日，我在静坐中看见破碎的自我，我对自己轻声承诺，我会以爱修补，无论多深的伤口。冥想时，我想象一束温暖的光，从心轮缓缓扩散，光线触及每道裂缝，依序洒下抚慰。随着呼吸，痛苦化作河流，缓缓流向身体的边缘。爱不是激烈的情感爆发，而是持续的温柔支流。它滋养每一寸细胞，让受创的部分重获生机。当身体自律神经回归平衡，幸福荷尔蒙悄然分泌。我在日志中书写疗愈过程，每一句自我肯定如同施展魔法的咒语。我看见你的脆弱，也看到你的勇气。文字见证裂缝被缝合的轨迹。这过程中，我学会接纳有限的自己，不再以完美为标准。每一次落泪都是爱的洗礼，每一次微笑都是再生的征兆。在与他人的互动里，我也以同样的温柔回应。当朋友吐露心声，我先给予同理，再以关怀灌注彼此的裂缝。在爱的氛围中，共同种树。事业的挑战也因此转化。过去因恐惧而退缩的决定，如今以好奇与勇气替代。我以爱为动力，投入创造。灵感如涓涓细流，自内在奔腾而出。财富的流动也受益于内在修补。匮乏感源自未被疗愈的创伤。当裂缝被爱填补，丰盛便如泉涌而至。我学会对每一次收入怀抱感恩之心。每日练习，早晨对镜自语：你值得爱，也值得繁盛。夜晚闭眼冥想，想象金色光束穿透内在裂缝。这简单的仪式，持续累积改变的能量。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重复的正向练习能强化新的神经连结。当爱的回路稳固，你对自我的信任自然生成。我渐渐发现，人际关系变得流畅，合作不再充满摩擦，而是基于互信与尊重。每一次互动都是对内在修补的映照，健康亦因此受益。长期累积的压力
因爱而释放，免疫系统更为强健，睡眠更趋深省，身心处于和谐的频率。在大自然里，我再次感受生命的丰盈，风拂过夜间，像爱的低语，阳光穿透树影，如同缝合后的微光闪烁。我在心中默念，用爱修补内在裂缝，让丰盛悄然进入生命。这句话成为我每日的咒语。裂缝不再是缺陷，而是证明你曾经受过伤，依然选择重生。当你以爱缝合，那一道道痕迹将化作独特的纹理，衬托生命的丰富。让我们携手，以爱的温度修补所有裂缝，在微笑与泪水交融之处，丰盛正悄然降临。你的生命将在爱的呵护下绽放最灿烂的光彩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